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今天的川普总统召开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除了对媒体展示了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政绩之外呢，还宣布川普新生儿账户已经收到了62亿美元的企业的捐款，明年就会正式启动了。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针对委内瑞拉贩毒船只事件也做了澄清。另一边呢，香港大火继续引发舆论挞伐，俄乌和谈紧锣密鼓的展开。河南一个14岁的男孩不但死因蹊跷，而且刚刚宣布死亡，就为6名患者移植了器官。这个消息引爆了舆论。好，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召开年度最后一次内阁会，谈抑制通胀、降低物价。摆脱中共稀土垄断，美国增加投资，日本计划和沙特联手。美俄开启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正在等待谈判结果。河南14岁男孩蹊跷死亡，6个器官被迅速移植。美国东北部严阵以待，迎接今年首场暴风雪。白宫圣诞装饰亮相，家是心灵的归宿，彰显美国精神。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一，川普总统召开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川普总统告诉媒体，通胀已经被踩住了刹车，并强调药品正在大幅的降价，医保改革将把利益还给百姓。大而美法案呢，提供了史上最大的减税规模，并重申关税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盈余。川普总统还宣布，新生儿川普账户已经获得了62.5亿美元的企业的捐助，预计明年7月4号将正式启动。好，下面是本台记者张亮、任浩从华府发来的报道。总统周二呢召集第9次内阁会议，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内阁会。周二呢召集第11个月内阁会议，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内阁会，在短期内就抑制了11个月完成的工作。川普为政府在短期内就抑制了高企的通货膨胀，降低了汽油、鸡蛋、处方药的价格而感到自豪。Last January, we've stopped inflation in its tracks, and there is still more to do. So we got it down from $1,300 to $125 to $140, depending on various countries. In other words, we're paying the lowest price. 川普说，他不满意奥巴马医保让医保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让政府和百姓吃亏，所以他在跟国会商谈，希望把钱给老百姓，由人们自己选购公平的医保。谈到为民盈利，他称赞7月立法的大而美法案。The great big beautiful bill, the biggest piece of legislation ever signed, and that includes the extension of the original Trump tax cuts, but it's the biggest tax cut ever signed and川普重申关税为美国盈利，他除了给老百姓发放红利支票，还计划2到3年后用关税收入抵消个人所得税。农业部长罗林斯介绍，食品券存在欺诈行为，在清理出80万人后，又发现18.6万去世的人在领福利，50万人在领双份福利。因此，联邦需要州政府配合调查，但遭21个民主党领导的兰州的抵制。So, as of next week, we have begun and will begin to stop moving federal funds into those states until they comply. 会议中，部长们介绍，美国政府已经全面转向为美国人负责。明年退税，美国人会发现极大的减税。川普总统今天稍晚宣布，为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儿童提供的川普账户呢，收到第一份捐款。In honor of America's 250th anniversary, the Dells are announcing today that they are giving 25 million American children $250 each to save and to invest in their personal Trump account. Now that's the equivalent of 6.25 billion. 川普说，川普账户内预存1000美元，账户免税，父母可以在孩童18岁之前存入资金。所在企业也会存入等额资金。The Trump accounts will be available starting on July 4th next year. 戴尔电脑创办人称赞大而美法案是投资美国的法案。
川普账户为下一代美国人的亲友、社区、企业和慈善家搭建了一个投资平台。To contribute to these accounts to create a savings and opportunity and hope and prosperity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in this country. 财政部将负责通过投资让川普账户增值。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川普账户改变着美国工薪家庭和慈善行业。It is the merging of President Trump's agenda of parallel prosperity, Main Street meets Wall Street. 川普认为，通过了解参与川普账户的运作，下代美国人从小接触理财，将让他们受益终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报道。感谢张亮、任浩的报道。周二呢，川普总统举行了内阁会议，讨论了包括对委内瑞拉施压行动在内的许多议题。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表示呢，因为目前很难在加勒比海域找到贩毒集团的船只了，那么美军已经暂停打击行动。但他强调，打击毒贩的行动仍将持续，同时表达了对执行任务的指挥官的支持。We've had a bit of a pause because it's hard to find boats to strike right now, which is the entire point, right? Deterrence has to matter, not arrest and hand over and then do it again, the rinse and repeat approach of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This is meant to get after that approach.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周二在与川普总统共同出席的内阁会议上重申，支持打击运毒船的指挥官所做的决策。Admiral Bradley made the correct decision to ultimately sink the boat and eliminate the threat. We have his back,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afer because narco-terrorists know you can't bring drugs through the water and eventually on land if necessary. 川普总统表示，下一步将对陆地发动袭击。They're way down, and they're down because we're doing these strikes,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doing those strikes on land too. You know, the land is much easier. It's much easier, and we know the routes they take.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近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海格塞斯下令不留任何活口，并对涉嫌运毒的船只进行第二次打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一证实，美军9月2号对贩毒船的打击不止一次。他也否认了报道中海格塞斯下达灭口令的说法。I would reject that the Secretary of War ever said that. However, 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if narco-terrorists, again, are trafficking illegal drug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the authority to kill them. 海格塞斯周一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100%支持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利和他的决策。近期，美军加强了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部署，针对运毒船和毒枭的打击，至今造成超过80人死亡。这次争议在国会引发震荡，两党议员要求调查。莱维特表示，国会已经举行13场跨党派简报会，议员也多次查阅了相关文件。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委内瑞拉腐败军官和贩毒团伙生产的可卡因正被运往非洲西部，然后再贩运至欧洲。虽然川普政府试图阻止运毒船，但大部分委内瑞拉可卡因依然经由欧洲运往美国。与此同时，墨西哥大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之子、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成员华金·古兹曼·洛佩斯周一在美国芝加哥联邦法院就重大毒品指控正式认罪，承认在集团内负责监督将数万公斤毒品运往美国。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中共将稀土武器化的做法呢，让西方认识到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共的危险。近日呢，美国能源部宣布斥资1.34亿美元支持美国的企业回收稀土，降低供应链的风险。目前呢，全球多个国家正在同步扩大稀土开采和提纯能力，很快就有望呢摆脱对中共的依赖。日本也在加速重整供应链，寻求和沙特合作开发稀土资源。专家认为呢，一旦供应链成功转型，那么中共的稀土产业恐怕将大幅萎缩。美中贸易战期间，中共把稀土武器化，限制出口，引发西方国家担心自己过度依赖中共的稀土供应。目前，包括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开始采取行动，要重塑系统供应链。为了减少中共稀土垄断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美国能源部周一宣布一项1.34亿美元的资金计划，资助能够从电子废料等非常规原料中回收提炼稀土的商业项目，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世界上现在至少有6、7个地方都在同时开采稀土、提纯稀土。最晚1年半以后，我想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会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同样在加快重整稀土供应链的还有日本。根据日经亚洲12月2日的报道，高市早苗近日警告，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供应关键材料，已经让风险浮上台面。他呼吁沙特阿拉伯与日本合作开发稀土矿产资源。分析认为，一旦各国摆脱对中依赖，中国的稀土出口、制造、加工等相关产业链会巨幅萎缩，企业在失去利润后将纷纷破产倒闭，引发失业潮。打稀土牌的时候也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的错误。一旦那个国际社会开始真正替代了中国来提纯稀土的话呢，中国那些巨大的那个稀土的产能就会空置浪费，然后呢就会导致它国内那个大量的裁员，自己呢又把这个自己的土地啊、地下水啊都污染的非常严重。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是自作自受，把自己造成一个巨大的污染的那个国土。但实际上也没办法，从其他社会国际社会赚到钱，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学者指出，中共的稀土操作缺乏远见，一旦与文明世界为敌，将自取灭亡。你既然就已经给世界提供，那你就应该成为一个好的伙伴，诚实、可信、可靠，让人们就是说长期可以依赖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就是祭出这种制裁啊，或者封锁或者要挟的方法。现在看来，中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杠杆可以要挟世界国际社会了。以前我们谈到，比方说它可以抛售美国国债呀，发现这个后来不行。那用这个稀土呢，它也不行；电动汽车产业它也不行。它没有任何这个杠杆可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资义美国采访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2月1号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在对中共政策方面，他指出呢，中共对英国构成了安全威胁，英国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保障国家安全。在演讲中，他还特别提到了南海和台海稳定。A country that poses real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Kingdom. 12月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了年度外交政策演说。他警告说，中共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因为经济机会而牺牲某一领域的安全。Protecting our security is non-negotiable, our first duty. But by taking tough steps to keep us secure,We enable ourselves to cooperate in other areas. 斯塔默指出，英国需要与中方开展经贸往来，但也必须在全球安全等关键议题上与北京打交道。他强调，必须讨论战略层面的诸多挑战，且特别提到了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稳定。周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视察了军事基地，他告诉预备役军人，在台湾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国家主权和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我们必须要靠实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赖清德此前提出了耗资400亿美元国防预算的台湾之盾构想，旨在打造一套具备多重拦截且结合 AI 辅助达到有效拦截的整体防空系统。联合报报道，为此，国防部正在与美国合作，整合9大项对美准军事设备的采购，包括向美国雷神公司购买首批第4套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赖清德强调，面临中共的严峻威胁，这笔国防特别预算是台湾必要的投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周二，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呢在克里姆林宫就结束乌克兰战争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美方代表向普京提交了修改之后的最新的协议版本。同一天呢，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正在等待美俄双方的谈判结果，并称已经准备好和川普总统会面。士兵手持着俄罗斯国旗在镜头前摆拍，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冲红军城的市中心。1年多来，俄军一直想攻下这座城市。俄罗斯周一宣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这里。普京声称这是一项重大胜利。不过，乌克兰军方否认了俄方的说法，表示俄军控制的只是红军城的南部地区。Покровськ, більша частина Покровська, це є суцільна сіра зона, це є кіл-зона. Однак
на північ Покровська, вона повністю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за Україною.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此时释放攻陷红军城的烟雾弹，可能是想在美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因为周二，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坐在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桌前，开启与普京团队的新一轮谈判。克里姆林宫当天证实，美方向普京提交了美乌和平框架协议的最新版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听取了和平方案的详细报告后表示，美乌过去2天在佛州的会谈完善了之前在日内瓦制定的协议框架。外界估计，维护主权和安全保障等问题都会被列入清单。美俄会谈前，普京警告欧洲，如果与俄罗斯开战，将会迅速战败。他还驳斥了欧洲就俄乌和平计划提出的反制提案，称俄罗斯完全无法接受。周二，泽连斯基首次访问爱尔兰，受到了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的热情欢迎。爱尔兰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Today,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provide a further 100 million in funding for non-lethal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nother 25 million euro to help Ukraine support its energy system. But for as long as Ukraine needs our help and support, Ireland will be there for you. 对于正在进行的美俄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他正在等待结果。We ar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in America-Russia negotiations, today's results, and I will reac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Я готовий отримати всі сигнали, готовий на зустріч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Все залежить від сьогоднішніх розмов. 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和平努力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Because of some speed of negotiations and from American side, their interest in it, we need to bring peace closer.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经过数个月的谈判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一宣布，加拿大正式加入了欧盟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行动 SAFE 计划，成为首个参与该军备合作计划的非欧洲国家。加拿大呢将因此获得数10亿欧元的大订单，为欧洲提供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装备。卡尼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呢，这将深化双方的合作，并强化对乌克兰的防御支持。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月1日发布消息，总理卡尼已经完成加拿大参与欧洲安全行动 SAFE 计划的谈判，这是加拿大与欧盟安全与国防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成为第一个参与这项国防装备计划的非欧洲国家，这有助于弥补国内关键能力缺口，拓展供应商市场，并吸引欧洲国防投资加拿大。This will allow Canada, for example, to participate by supplying capabilities such as ammunition, missiles, drones, artillery systems, infantry weapons, and beyond. 总理办公室表示，依据2030年战备计划，欧盟各国将大幅提高国防支出，这将为加拿大企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潜在军工商机。SAFE 计划同时也提供高达2440亿美元的贷款，支援欧盟成员国推动大型军备与能力建设项目。总理卡尼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都表示，加拿大加入 SAFE 标志着双方合作进一步加深，并将支援乌克兰的国防能力。今年稍早宣布的 SAFE 计划投入高达1500亿欧元重整军备基金，是欧盟为应对俄罗斯的攻击和对美国保护的疑虑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目标是使欧盟在2030年前做好自卫的准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威，实习记者肖畅，加拿大报道。在以军近日对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了空袭之后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重申，以色列依然愿意和叙利亚签署和平协议，同时他希望扩大在叙利亚边境的军事缓冲区。川普总统对此发文呼吁以色列和叙利亚真诚的对话，并重申对叙利亚走向繁荣未来的坚定支持。周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医院看望在叙利亚境内军事行动中受伤的以军士兵。他重申了与叙利亚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并希望叙利亚在大马士革至黑门山等区域建立非军事缓冲区。אנחנו נחושים להגן על היישובים שלנו בגבולותינו, כולל בגבול הצפון, ולמנוע התבססות של טרוריסטים ופעולות עוינות נגדנו,
להגן על בעלי בריתנו הדרוזים ולהבטיח שמדינת ישראל תהיה פתוחה מהתקפה קרקעית ואחרת מהאזורים צמודי הגבול. 上周五，以军对叙利亚村庄发动袭击，目标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当时，武装分子正在向对峙的居民开火。叙利亚官方称，这次袭击造成13人丧生。自去年12月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以色列一直控制着叙利亚南部的一个缓冲区，并在缓冲区内外村镇执行军事行动，清剿恐怖分子。 周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已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期造访白宫。当天稍早，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呼吁以色列与叙利亚真诚对话，并对叙利亚现政权表达坚定支持。 贴文中说，以色列与叙利亚维持坚实真诚的对话至关重要，任何可能干扰叙利亚迈向繁荣国家进程的事都应避免。新任叙利亚总统沙拉正竭力推动善政，确保叙以两国建立长久和睦的关系，此乃历史性契机，将为中东和平进程锦上添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今天是香港鸿福苑恐怖大火罹难者的头七。据港府当局的最新通报呢，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56人，仍有30多人失联。香港前议员廖成利原本打算今天召开记者会，要求彻查大火的起因，却遭到港警国安处带走约谈。 香港鸿福苑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在继续攀升，截至当前，死亡人数最新升至156人，仍有30人失联。大火7天后，周二，特首李家超才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小组调查鸿福苑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记者会现场有国际媒体犀利提问，在酿成151人丧生的灾难后，李家超为何不用下台负责？李家超仅回应说，需要改革，以后不会再发生。与此同时，香港前议员、民协主席廖成利原定2号下午召开记者会，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大火起因，但记者会临时宣布取消。廖成利被香港警方国安处带走约谈。而在这之前，港警国安处已拘捕一名提出4大诉求与联署的学生、前区议员张锦雄，以及在火灾分发物资的女义工。 鸿福苑的大火呢，国安署已经提出要提防以灾乱港，这就是中共一贯的维稳思维。现在已经被明显复制到了香港，在中共的词典里边呢，灾难是可以引发民变的，这是这个邪恶政权最忌讳的。据说死难家庭的伤痛，那些官僚也不在乎的，只要能保住乌纱帽就行。 大火后，港府初期将火灾原因归于传统竹棚脚手架，但遭到外界广泛质疑。中共试图转移真相。综合多方调查显示，火灾真正的元凶是维修工程的严重监管不足，导致围标与贪腐泛滥。承包商以不合阻燃标准的围网和用以封窗的易燃发泡胶，使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香港警务处周一承认，维修工程使用的材料不合规。12月2号是香港鸿福苑大火罹难者的头七，许多民众纷纷前往事发大楼外献花致意。民众要求真相的呼声愈加高涨。 揭开工程贪腐黑幕，外界称赞港人的勇气与韧性还没有被中共磨灭。香港人经历了港版国安法的恐怖清算之后现在部分人依然有勇气去挑战港府，这点值得钦佩。但是呢，你即使是这种打擦边球式的挑战，也是中共非常忌讳的，一定要扑灭的。说起来，香港毕竟还不是大陆嘛，所以估计呢会有部分的真相会释放出来，想深入呢就不太可能了。 另外，李家超周二声称，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宣传和论坛等活动将在明后天起陆续恢复，而选举将如期在本周日进行投票。受灾情冲击，外界预测这次选举可能会因为大火灾情，投票率亦或再创新低。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 近期呢，致命风暴席卷东南亚。截止到周二呢，斯里兰卡已经至少有410人丧生，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洪水山崩也造成了超过900多人死亡，流离失所的民众更是多达数十万。来关注一下。上周五，致命气旋迪瓦特袭击斯里兰卡，引发山体滑坡，酿成1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截至周二，已有至少410人丧生，336人下落不明，约120万人受到影响。当局正动用推土机和挖掘机清理道路，好让食物和燃料顺利送到灾区。官员表示，恢复通讯和电力的工作也在进行中，因为强风吹断了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停电。印尼方面，苏门答腊岛因热带气旋与季风雨造成洪水和山崩，死亡人数截至周二已达744人，至少还有551人失踪。57岁居民阿卜杜勒加尼外出工作时躲过一劫，但回家后发现房子被冲走，妻子也失踪了。他们唯一的孩子早在7年前去世，几天来他一直带着妻子的照片四处寻找。Yang saya inginkan itu, Pak, ketemu istri saya sepotong tangan asal bisa dia diselip dari itu lebih itu, Pak. Saya ini hidup sebatang kara lagi, Pak, punya istri enggak, punya anak. 灾难应变机构表示，印尼已有超过2.8万户住宅受损，约150万人受影响。政府正全力修复道路、桥梁和通讯设施。这场风暴也波及马来西亚，至少3人死亡，泰国死亡人数已达181人。马来西亚灾情机构提醒，仍需警戒可能到来的第2波、第3波洪水。这些灾情发生在东南亚，历经数月恶劣天气之后，期间菲律宾与越南遭受台风侵袭，其他地区也频繁出现长时间洪灾。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美国五角大楼12月1日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向巴林出售价值4.55亿美元的 F-16战机后勤维持服务及相关设备。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通用电气航太与洛克希德马丁航太系统公司。美国中央司令部近日表示，美军与叙利亚政府军近日在叙利亚南部摧毁逾15处伊斯兰国 ISIS 据点，透过多次空袭与地面爆破，毁坏超过130枚迫击炮、火箭及大量轻武器。美军强调将持续追击 ISIS 残余势力，并与全球反 ISIS 联军协作，防止该组织死灰复燃，确保既有反恐成果得以巩固。菲律宾海军12月2日宣布，由韩国现代重工建造的马尔瓦级导弹巡防舰“锡兰号”正式服役。该舰排水量约3200吨，具备反舰、防空与反潜作战能力，未来将与多艘同级军舰共同成为菲律宾海军主力。这将大幅提升菲律宾在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巡逻与远洋航行能力，以应对中共军舰与海警船在南海日益频繁的挑衅行动。白俄罗斯透过夹带香烟的走私气球多次侵入立陶宛领空，自10月以来已干扰约320架次航班，超过4.5万名旅客，造成75万欧元损失，并重创空运。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此举属白俄罗斯政权发动的混合式攻击，并承诺实施新制裁，全力支持立陶宛。立陶宛则呼吁欧盟强化合作，部署侦测技术以应对威胁。12月2日，韩国电商酷澎被曝用户个资外泄事件，约3370万账户受影响，多名用户地址及部分公寓玄关密码亦遭外泄。公司法人代表朴大俊表示，涉案者为中国籍前员工、认证系统开发工程师。韩国国会已要求加强调查此事件。最新观测显示，星际彗星 3I Atlas出现螺旋状喷流与有规律脉冲，被部分学者视为可能具有人工制造特征。哈佛学者布勒博士甚至称其每16.16小时的心跳式闪烁可能与推进或内部运作相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符合干冰升华所引发的低温火山活动，属自然机制。研究发现 3I Atlas 的成分与太阳系外围天体相似，但因其双曲线轨道与高速运动，确定其来自太阳系外。科学家正加紧研究，因为它将于明年离开太阳系。近日，河南一个14岁的男孩意外坠楼，然后送去医院抢救，被医院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在医院的要求下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随后男孩就被医院宣告死亡，然后很快他的器官就被移植给了6个患者。据男孩的母亲表示呢，孩子在推进器官移植手术室前手还是热的，这意味着男孩在还没有被宣告脑死亡之前，这6名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就已经
在等待器官移植了。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巨大的质疑，男孩很可能是被死亡的。据大陆媒体11月29号报道，河南济源市的刘女士介绍，11月11号中午，她14岁的儿子突然坠楼，立即送往医院抢救。10月30号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被告知无法挽回生命。第二天，她在医院2名所谓协调员的见证下，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11月1号，孩子的肝脏、双侧肾脏、肺脏和眼角膜就被移植给6位患者。此事引发外界的广泛质疑。24小时内就找到6名受体，这个是完全违背常识的。刘女士告诉媒体，11月1号凌晨4点多，医院打来电话，声称她儿子快不行了，让她赶紧过去。然而，等她赶到儿子病房，医生们已将她儿子推出病房，准备送去手术室摘取器官。她扑过去摸儿子的手时，发现儿子的手还是热乎的，但前一天孩子的身体却是冰凉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男孩他是按需死亡，24小时内这些所谓的要移植器官的这些受体，它实际上说明早就准备好等在那里了，那无非就是等着这个小孩子被死亡。最近几年，在中国各地医院，患者被宣布脑死亡后，被质疑遭活摘器官的案例非常多。去年，大陆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一位母亲前往武汉同济医院，质问创伤外科主任医师为何造假医疗记录，在没有进行任何脑死亡的科学测试下，将他本来活着的儿子判定为脑死亡，并劝说家属捐献器官。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你做了自主呼吸测试了没？脑死亡是做器官捐献、活体捐献的标准，太恶毒了。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上，他们这些人可以讲，这些医生都是在杀人，因为脑死亡不是中共国法律界定的死亡标准，他心脏没有停止跳动，你是不能认定他是死亡。近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流出的一段视频，一位医生揭露了中国医院器官移植的真相。你肯定不知道的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真相。我们平时总以为人去世以后就可以捐献器官，今天我必须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器官移植的前提是器官离开原来身体的时候必须是活着的。律师提醒患者及其家属，进医院后千万不要签器官捐赠同意书。我们知道他们会用各种丧尽天良的办法来把这些符合供体要求的这些受害者器官给他摘除了，但是因为你没有签下那么一个字，至少他们就要增加很多的困难。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采访报道。太可怕了！近日呢，日本歌坛巨星滨崎步呢，对着14000多个空座位演唱的图片成了社媒上热传的照片。中共报复日本艺人的可笑的手法，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嘲讽。欢迎回来。周一，关于纽约州长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的庭审呢，又爆出了更多的内幕。一起涉及纽约州府官员、中共河南省官员和中共政商网络的跨境腐败案件正在浮出水面。检方指控孙文在华裔商人张富印和施前平的安排下，多次安排中共的官员在美国的活动，并以职务便利协助丈夫胡潇在中国拓展生意。来关注一下。检方指出，孙文和张富印在施前平安排下，多次参与由中共政府官员监督、指导和控制的政治活动，包括拉近河南省与纽约州的经贸政治关系。施前平持美国绿卡，活跃于中美两地，在中国政商界身兼多职，包括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侨商联合会监事长等。同时，他也是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而张富印是河南同乡会前会长，已归化为美国籍。庭审文件显示，2018年起，张富印多次向孙文索要时任副州长霍楚的个人资料和建议访问行程，表示河南方面正在催促，若不能及时提供资料，他在中国那边将不好交代。到2019年4月底，张富印建议孙文直接跟州长库莫对话，称库莫也是我们捐款的对象。孙文回复会努力促成，他还声称已向霍楚提及访问事宜，但霍楚最终决定当时不去中国访问。此外，检方强调，张富印和施前平帮助胡潇在中国拓展生意，是对孙文政治协助的回报。从2016年开始，张富印就与孙文讨论其丈夫胡潇的海鲜业务。
2017年3月，张富印邀请孙文以 Global NY 官员身份赴郑州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发言，但孙文并未获授权代表纽约州发言。河南方面则负担孙文、胡骁、孙文父母及胡的货运公司 AirCity 3名代表等8人的旅费，并安排酒店、会议及特别行程。张富印还安排胡骁与当地官员会面，协助他进行海鲜进口洽谈，并承诺替胡处理海关问题。2017年11月，张富印和施前平共同讨论胡骁的中国项目。施前平提出可陪同胡骁前往中国山东，随后安排他在青岛、威海、烟台会见当地官员。2018年1月，胡骁前往山东进行商务考察，在烟台市高新科技开发区，他与该园区副主任于洪玲签署意向书。证据显示，2017年12月，于洪玲求助胡骁为他儿子申请纽约大学，胡骁回复可请妻子孙文帮忙。2019年3月15日，孙文确实使用纽约州行政厅信头为于洪玲儿子写了推荐信。庭上揭露，胡骁的中国主要合作伙伴，他的舅舅陈小石，自2016年10月起，以多笔每笔低于5万美元方式，透过法拉盛多个小企业账户向胡转账超过240万美元。在2021年，胡骁和孙文以一次性付款方式购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长岛豪宅和夏威夷海景公寓。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近日，日本歌坛巨星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遭到中共当局临时取消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少学者指出呢，中共这种粗暴无理的报复手法，只会导致百姓对中共更加反感。随着中共对日本的报复不断加剧，11月29号，中共当局临时取消了日本歌坛天后滨崎步的上海演唱会。滨崎步无奈在自媒体上向粉丝们致歉，并发出长文证实，直到演唱会当天上午，他才接到当局要求取消演出的通知。不仅是滨崎步，日本歌手大龟真希近日在上海演出，唱到一半时，舞台被突然断电，随后工作人员冲上台夺下他的麦克风，并要求他离开。在北京、广州、杭州、深圳等城市，也有多场日本艺人的演出遭临时取消。学者认为，中共这么做只会引发民众对中共当局更多的反感。这个正是中共自己老说的那句话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网友们呢，本身又有逆反心理，再加上现在这个政治这么肮脏，经济那么糟糕，很多人这个生活极度的困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所以中共那些老套的做法呢，它反而会引起很多的逆反。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表示，如果中共攻打台湾，可能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此言论令中共跳脚，随即祭出一系列报复措施，两国间的人员交流、旅游、教育和娱乐等领域都因此受到影响。中国政府就这种情况，他来发出他的一种所谓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笑。而这次针对的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一个艺人，其实不止这一个，而且是一直来说他都有这样的一种做派。我觉得显示出是什么呢？他的做法非常的无聊，所以我就说，就这个事件更加暴露出来的是他的三无嘛，就是无能、无知与无聊。中共的官方的操作不但国际社会不买账，日本人不买账，连中国的网民也不买账，都认为呢，中共不应该这样下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长春采访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中华民国副总统江美琴近日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她强调，中共正不遗余力地在华府和美国散播各种论述和假消息，企图将台湾营造成脆弱、无能力、不值得支持。她表示，台湾正壮大自身实力以维持和平，并非坐等他人来拯救。政府正积极投资于自我防卫。访谈内容播出后引发关注。
12月2号凌晨，贵州医科大学云漫湖校区内突然出现浓重的燃气气味，刺鼻呛人。该校数千名学生疏散撤离。辖区镇政府工作人员最先称，派出所初步判断怀疑燃气泄漏。随后，该校宣传部称，经排查，怀疑漏点不在校内，是在校外。网民质疑这是在甩锅。大陆媒体12月2号报道，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去年7月在中国农业银行中牟白沙支行提取170万元现金，从银行出来后，在银行门口遭歹徒持枪抢劫。他和歹徒缠斗近20分钟，被打成重伤，甚至左眼失明。但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无人伸出援手。据报道，嫌犯已被捕，并于今年2月因抢劫罪被判死缓。但民间认为，银行方面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还有人怀疑银行有内鬼，透露了储户取钱的信息。据明慧网报道，现年61岁的张菊贤，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有个美满的家庭。自中共1999年开始非法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真相，屡遭非法拘禁和判刑。2002年9月末，他因给人讲真相遭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04年，被监狱遭狱警和犯人酷刑折磨后，生命垂危。回家后，他虽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但却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流落街头。据不完全统计，辽宁女子监狱迫害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至少近50人被迫害致死。中共罪行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近日，中国一位女留学生讲述自己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她表示，华人老板和美国老板的价值理念很不同。华人老板把东西看得比人重要，白人老板都是人的价值比东西重要。该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不少中国民众的共鸣。今年的第一场冬季风暴正在席卷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多个州已经发布了警告。预计呢，未来24小时内呢，降雪还会增强。稍后来关注一下。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周二，美国中西部地区刚刚从感恩节之后的一场暴风雪中恢复过来，美东地区呢就迎来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强降雪，多个州都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同时呢，气象部门提醒民众提高警惕，部分地区的降雪量可能会超过10英寸。一场伴随强风并可能引发结冰的冬季风暴正在逼近，将为6个州的部分地区带来降雨，同时在其他地区堆积大量积雪。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在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福蒙特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发布冬季风暴警告和冬天天气咨询，为即将到来的降雪做准备。今天早些时候，俄亥俄州多地已报告降雪。肯塔基州斯巴达的 I-71高速遭遇强降雪，积雪迅速堆积，导致车辆难以驾驶。尽管大湖区的降雪已经逐渐减弱，但新的风暴系统正加速向中大西洋地区与东北区域移动。美国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理查德·奥托表示，冬季风暴为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带来混合天气，新英格兰地区将迎来大雪，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则有雨夹雪。堪萨斯州已经迎来了大雪，阿肯色州也正在经历冰冻天气。国家气象局针对缅因州沿海地区发布警告，提醒居民从今天早上持续到明天早上，如有可能应延后所有旅行，因为降雪可能造成危险。气象人员表示，这将是包括缅因在内的多个州进入12月后遭遇的第一场强烈暴风雪。在宾夕法尼亚州，从今天上午5点起，东部多条州际公路实施车辆限制，多支道路维护队伍已提前部署，进行撒盐、防滑及除雪准备。
密苏里州的70号洲际公路昨天因积雪出现车辆受困和事故，显示这场风暴已开始影响美国中部的多个区域。专家提醒，随着冬季风暴继续向东推进，未来24小时内美东多州的降雪将进一步增强。气象部门提醒民众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道路资讯，避免非必要出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美国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财经快报。数据分析公司 Adobe Analytics 周二报告，从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的5天网络周内，美国人在线上商店购买了总价值442亿美元的商品，比去年同期增加7.7%，超过预期。其中，网络星期一消费了142.5亿美元，而黑五的消费额11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纪录。尽管总花费很高，分析师表示，美国消费者今年头脑冷静，会精明地对比价格，使用人工智能筛选商品，同时选用先买后付方式，延后付款时间。戴尔电脑创办人麦克戴尔与妻子苏珊周二宣布，向2500万名美国儿童的川普账户每人存250美元，这是兑现今年6月向川普总统承诺的62.5亿美元捐款。川普通过大而美法案，为所有出生在2025年到2028年的美国儿童提供一个预存1000美元的川普账户，并在孩童成长的18年中，由父母就职的企业存入跟父母存入等额的资金，账户由投资人管理，确保增值。孩童18岁以后可以用这笔资金读书或创业。波音财务长周二宣布，预计明年公司交付737飞机和787飞机的数量将持续增长，同时完成737-10飞机的认证工作。因此，预计公司现金流明年将达到数十亿美元，增幅接近2位数。受此利好，波音股价周二盘前上涨7%。波音最大的竞争对手空客周二表示，正在评估 A320 飞机机身质量问题对12月交付的影响。负面消息导致空客股价继续走低。上周末，空客 A320 飞机出现软件故障，周一爆出 A320 机身板面有质量问题。11月，空客共交付72架飞机，低于预期。今年白宫圣诞装饰的主题是家是心之所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以华美温馨的装饰，展现了温暖和爱国精神。今年白宫的圣诞装饰呢，周一已经正式亮相，周二起就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家是心之所在作为今年的主题，通过装饰展现美国精神中的慷慨、爱国和感恩，为白宫增添了温馨又华丽的节日气氛。51棵圣诞树，75个经典花环，超过1万只蓝色蝴蝶，25000英尺的缎带，以及一座重达54公斤的姜饼白宫。白宫于12月1日正式揭开了今年的圣诞装饰。这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第5次为白宫布置圣诞节庆。她以家是心之所在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为主题，呈现白宫作为人民之家中那份充满情感的温暖。梅拉尼亚表示，她的灵感来自身为母亲与工作生活中的喜悦、挑战与忙碌节奏。她强调，家不只是一栋房子，而是无论身在何处，心中都怀有温暖与慰藉。在白宫的蓝厅内，一棵18英尺高的圣诞树挂满了金色星星和代表各州的饰品，向金星家庭致敬，也就是那些阵亡军人的直系亲属。这次装饰也呼应明年独立宣言250周年，将爱国元素融入传统节日色彩和整个白宫的华丽布置中。今年的圣诞装饰已从12月2日起对公众开放限定导览。白宫表示，圣诞节是展现美国精神的季节，不论各家传统为何，慷慨、爱国与感恩的共同价值让美国人团结在一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很多人习惯在不用电灯的时候呢，就顺手关灯，而有些人却不会，这是为什么呢？
关灯这件小事儿啊，其实藏着大学问呢。英国巴斯大学环境心理学教授和牛津大学环境地理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们指出，节能并不仅仅是为了省钱。研究发现，越关心环境，越希望自己能为社会带来正面积极影响的人，就越愿意节约能源。当然了，光有态度是不够的。就像我们都知道要减肥戒烟，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同样的，很多人也希望节能，但是却不一定愿意为了省电而多走几步路去关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只受到态度的影响，还会被社会、经济和生长环境所左右。其中，成本和便利性特别关键。例如说，当电价上涨的时候，人们就会更愿意投资节能技术，反之，节能的动力就会下降。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知道这样做不环保，但是也很难改变。比如说，经常搭飞机出差的人。研究还发现，身边人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如果你看到朋友、同事或者是邻居都在讨论节能，或者是你觉得身边的人都期待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更愿意加入其中。如果你的朋友装了节能的设备，那你也很可能会装一个。此外，节能行为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会省电的人通常也会节约用水，也会做资源回收。这些行为其实也是来自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认同，就是说，有些人更愿意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行为，这么做会让他们觉得心里更踏实。还有一些人呢，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也会在保护环境方面表现得更主动、更自觉。所以说，随手关灯不仅仅是一个习惯问题，也不仅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左右，个人的成长环境、道德感、身边人等都会对随手关灯、顺手关水这类环保行为产生影响。那么，就从现在做起，做一个对社会更积极的人吧。那就我们从我做起，做一个对社会、对环境有责任感的人吧。感谢佳音的报道，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